阿尔巴尼亚在上世纪曾经是一个存在感非常强的国家，而今天如果问一个年轻人认不认识阿尔巴尼亚，那么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国家。他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局面，那么有一个人脱不了关系，那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前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各位观众老爷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南部，它的国旗上边是一只黑色的双头鹰，这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的象征。因此阿尔巴尼亚又被称为山鹰之国，总面积28748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为285万。这样的国家放在中国相当于一个人口较小的地级市，或者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县城。这样一个体量的国家在上世纪之所以很有存在感，这都要归功于他的前任领导人恩维尔霍查。霍查在上世纪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统治了阿尔巴尼亚接近半个世纪。霍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吉诺卡斯特，是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家庭。在1930年进入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在法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36年他回到阿尔巴尼亚，在中学担任教师。阿尔巴尼亚被意大利占领后，他组织进行了反法西斯战争。在1941年，霍查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1946年，扫除一切威胁的霍查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霍查也成为了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在他的统治下，阿尔巴尼亚废除了落后的传统宗教习俗，转向世俗国家。国家工农业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和当时世界上与阿尔巴尼亚差不多的国家相比，霍查已经是干得很好了。当然，在一个小国家，除非把国家干到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然他在历史上也不会那么出名。之所以上世纪被世界记住阿尔巴尼亚和霍查，是因为他在国际外交界一股著名的泥石流。后世评价霍查，认为他对外交关系的把握全靠个人厌恶，完全不去考虑国家的利益。在阿尔巴尼亚独立之后，由于长期追随斯大林路线，作为社会主义的基调，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亲近苏联，霍查随手就拉黑了英美两国。在1948年，因为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发展的也非常不错，国民生活水平也处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列，因此南斯拉夫曾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被称为仅次于苏联的第二中心。战后奉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曾经邀请南斯拉夫加入苏联，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应该成为伟大苏联的一部分。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拒绝了斯大林，他们认为的是自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而非成为某个强势集团中的一部分。他们更愿意建立一个以南斯拉夫为主导的巴尔干联邦。正因为如此，和苏联亲近的霍查和南斯拉夫断交了。在此之前，作为邻国而且是大哥的南斯拉夫给过阿尔巴尼亚非常多的援助。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批判斯大林，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霍查又开始抨击苏联和赫鲁晓夫。在1961年，阿尔巴尼亚和老大哥苏联也断交了。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呢，霍查依然抨击批判苏联，可见他爱的只是斯大林，而并不是苏联。在和苏联彻底交恶之后，美国找来霍查，希望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缓和两国的关系。霍查则再次拒绝了美国。在他看来，美国就是危害世界的重置。1968年布拉格事件发生，霍查害怕阿尔巴尼亚成为下一个捷克，随后便退出了华约，并且随手拉黑了一众亲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拉黑一众国家之后呢，阿尔巴尼亚就只剩一个朋友中国了。但面对中国的大量援助，阿尔巴尼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认为这是该他的。霍查还对中国的外交说三道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霍查问中国为什么不和阿尔巴尼亚商量这件事情。此时的阿尔巴尼亚把中国当成了给他们援助的大傻子。中国给他们援助了成百上千万的优质钢材，放在野外生锈，他们说反正中国还会再给的。后来他们把这些钢铁拿去做了霍查的雕像。不久之后，阿尔巴尼亚就和中国断交了，并且在国际上抨击了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都为阿尔巴尼亚的发展提供过援助，白眼狼了，属于是变脸比翻书都快。霍查因为早年在法国学习的经历，始终没有拉黑过法国，阿尔巴尼亚也成为冷战中的独一份，同时得罪了两大阵营和不结盟运动。霍查也并未因此感到有什么问题，他认为世界就自己独一份的马列主义国家，
异想天开的想做国际共运的领袖，提出了霍查主义。霍查本人认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正义的国家了，外国都是邪恶的，阿尔巴尼亚是世界独一份，于是在阿尔巴尼亚的教育中就取消了外语。霍查在国际舞台多年的阻碍行为也给阿尔巴尼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多年的阻碍行为造成了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的孤立，没有国家愿意和阿尔巴尼亚交往，造成了阿尔巴尼亚国家的闭塞和国民认知的闭塞。霍查本人则拥有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生怕哪天就有国家来打他。霍查曾经命令阿尔巴尼亚空军在起飞任何战斗机是必须同时起飞2架，另外1架作为督战队，1架在上边，1架在下边，如果底下的飞机有任何叛国迹象，立即开火。后来霍查的病情更加重了，他又给督战队配上了督战队，套娃来了。这是霍查在空军的做法。在陆地他有更绝的，他认为阿尔巴尼亚没啥战略纵深，要是有人来打肯定防不住，于是他下令修碉堡。阿尔巴尼亚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战备基建行动，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在阿尔巴尼亚修建了70多万个碉堡。在霍查时期，平均每3个就有1个碉堡。碉堡之国的名称坐实了，多年建造的碉堡是法国曾经构筑的马奇诺防线的3倍。当然，阿尔巴尼亚的这些碉堡和马奇诺防线一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相比于马奇诺防线的各种后勤保障一应俱全，阿尔巴尼亚的碉堡可以说是什么后勤保障都没有。同时，这些碉堡也没有起到保护阿尔巴尼亚的作用，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来打他。霍查在国际上的阻碍行为基本上也是对空输出，因为根本没人搭理他。就想一个小孩因为自己的不开心和一些年龄比他大的玩了，结果是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还有就是阿尔巴尼亚实在太小太穷了，打过来只有石头，闲的没事干，打他干嘛？去请人家都不愿意来。霍查还在阿尔巴尼亚储存了大量的武器，阿尔巴尼亚军队仅有1万多人，不过有的枪支则是在100万以上。不过这些在霍查时期基本上是用不上了，但在多年以后，阿尔巴尼亚储藏的军火对欧洲黑帮有意想不到的影响。经过霍查多年的折腾，阿尔巴尼亚与同期差不多的国家对比，已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了。在1985年，霍查去世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称，霍查这样的人就只有生日，没有忌日。于是，在霍查的墓碑上只刻着恩维尔霍查1908这几个字儿。资产阶级政府把霍查转移到了平民墓地。在霍查死后呢，随着东欧巨变，阿尔巴尼亚又发生了巨变，开始拥抱资产阶级，但是没成想自己跳进了坑里。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讲这一部分。那么大家对霍查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